在台湾的街上，你几乎不可能走3分钟而不经过一家手摇饮料店。根据财政部的统计，全台湾的手摇饮料店已经超过26000家，这个数字差不多是便利商店的2倍。而我们一年大约喝掉10亿杯以上的手摇饮，换算下来，等于每一个台湾人一年平均喝掉40几杯。一杯珍奶听起来只是巷口的小生意，但今天我们想聊的是，这杯饮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养活了几十万人的庞大王国。欢迎来到餐饮之外，从一份餐点、一杯饮料出发，我们聊产业，聊许事，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先看这个王国有多大，26000家店是什么概念？台湾的手摇饮密度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以嘉义市为例，平均每1万个人就有超过20家手摇饮料店。为什么会这么多？一个关键是加盟的要求相对低，比起开一家餐厅，开一家手摇饮店需要的店面更小，厨房设备更单纯。总部把配方、原料、标准流程都准备好，一个新手受过训练就能站上吧台。低要求让想创业的人一个接一个的投入。对品牌来说，加盟也是一台快速展店的引擎。每多一位加盟主，总部就多一个卖原料、收权利金的对象。所以我们常看到一个爆红的品牌可以在短短几年内从几家店冲到上千家。展店的数字本身就是一种行销，店开得越多，看起来就越成功，也就越多人想加盟。于是一场永不停止的品牌大战就这样打了起来。根据今年的排行，常年稳坐龙头的是主打平价深耕30年的五十岚，后面紧追的有清新福全、可不可、麻古、米克夏这些名字。而每隔一段时间总会冒出几匹黑马，靠一款爆红单品或话题排队，硬是冲进榜单。这是一个看起来已经卷到不行，却又永远有人愿意再开一家的市场。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会发现手摇饮真正厉害的地方根本不在那个吧台。你手上那一杯珍奶背后串起的是这一整条完整的供应链，有专门种茶、烘茶的茶叶厂，有专门生产珍珠的工厂，有做糖浆、果酱的原料商，有做封膜、杯子、吸管的包装材料吃产，甚至还有专门做封口机、果糖机的设备厂。有杂志估算，这一整条珍奶产业链串起的商机高达3000亿台币，也就是说，你付出的那50-60块，只是这条长长供应链的末端最看得见的那一小段。而这套模式真正厉害的是它可以整店输出。台湾的手摇饮品牌不只是把饮料卖到国外，而是把整套配方、原料、机器，还有那套加盟的经营方法，全部打包成一个模板。这个模板可以直接复制到全世界。举例来说，像六角这样的集团，旗下就有好几个茶饮品牌，门市分布在6大洲，超过40个国产。你可能很难想象，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几十年前，台湾人把煮熟的珍珠加进奶茶里玩出来的一杯珍珠奶茶。几十年后，它从台湾巷口的庶民甜点，变成了一张能席卷全球的文化名片。有预估认为，到2027年，全球的珍奶市场规模会超过40亿美元。换句话说，手摇饮不只是一杯饮料，它是一套被台湾磨得非常成熟的连锁加盟输出系统。好，现在我们再把视角收回到你手上那一杯。正是因为背后有这么成熟的供应链，一杯手摇饮才能做到又便宜又快，品质又稳定。你在台北喝到的珍珠，跟在高雄喝到的可能来自同一家工成本。但这套成熟也带来了另一面。当开店要求这么低，供应链这么方便，结果就是大家卖的东西越流越像。你会发现很多品牌的菜单其实有80%都长得差不多。在这种红海里，所谓红海就是竞争者太多，杀到见血的市场。大部分的店其实活得并不轻松。展店的速度很快，但关店的速度也一样快。而且当展店本身变成一种行销，有些品牌会为了冲店数而很快就开放让人加盟，结果基本功还没站稳，就一口气铺了太多店。一旦热潮退了，加盟主撑不住，关店潮也就跟着来。前几年珍奶在日本掀起的一波开店又一波关店，就是这种循环的缩影。另一个被越来越多人在意的是健康。
一杯全糖的手摇饮，含糖量常常轻松超过一天的建议上限，这也是这几年无糖、减糖选项越来越多的原因。于是我们看到这个看似饱和的市场还在不断想新招，有的靠联名跟话题，有的主打特定的一款茶，最近甚至还有品牌开始用 AI 来调配茶饮的风味和甜度，想在这片红海里找到一点不一样。从一杯50块的珍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台湾故事，用极高的效率、成熟的供应链，还有拼到底的加盟精神，把一件小事做成一个世界级的产业。但同样一杯饮料，也让我们看到红海里的内卷、同质化，还有健康的疑虑。我们想问问看影片的你，当你下一次拿起那杯亲切的手摇饮，你想到的是台湾之光，还是巷口那场永远打不完的价格战？而这个王国接下来又会往哪里走？我们是餐饮之外，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见。